你知道世界上最致命的毒素是什么吗？你见过仅需1克就足以杀死上千万人的毒药长什么样子吗？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毒药貌似都被装在一些瓶瓶罐罐里，只要我们不去触碰，就不会发生危险。的确，这些常规的毒药虽然很毒，但只要不接触，一般不会危及到生命。但在世界上其实还有很多种无形无色无味的剧毒毒药，它们并没有被安置在一些瓶瓶罐罐里，而是潜伏在各种我们容易忽略的地方，包括食物、家具，甚至空气中。一旦接触到，极有可能会危及到生命。本期视频，黑土就带各位领导一起了解一下世界上最危险的10种剧毒物质。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谢谢。第10个，铅。铅是一种高密度的蓝灰色重金属，它是距离我们最近的一种剧毒物质，对人体的危害极大。据2015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单是含铅的油漆每年就会导致全球近50多万人死亡。铅的毒性虽然并不会让人立刻丧命，但它在人体长期累积的过程却是导致很多人生病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铅这种物质密度高、耐腐蚀、延展性好、化学稳定性较强，所以长期以来它被运用于各种领域。我们常见的比如电池、玩具、管道、电线、颜料、涂料、焊料、防水材料、化妆品以及各种合金金属里，多数都会有铅的存在。人体如果长期接触或者暴露在含铅的环境下，就有可能导致铅中毒。铅会通过呼吸道以及皮肤进入人体，它的过程是非常缓慢的。刚开始我们并不会有任何感觉，随着体内堆积的铅含量越来越多，我们的身体机能就会逐渐的受到损坏，严重的还有可能导致癌症甚至死亡。在全世界范围内，铅中毒的人群多数都是儿童和妇女，主要原因就是含铅的玩具和化妆品造成的。一些不良商家为了提升商品的表层性质，就会往化妆品里以及玩具的漆面里添加铅这种物质。如果儿童长期玩耍一些含铅的玩具，就会遭受不可逆的脑损伤。最可怕的是，这种中毒迹象前期并不会太明显，它类似于温水煮青蛙一样，会逐步的损伤孩子的智力以及大脑发育。所以看完本期视频后，还望各位领导日后在购买日常用品或者选择装修材料的时候，尽量避免使用含铅量高的商品。第9个，河豚毒素。在日本，因为吃鱼出现死亡的事件屡见不鲜，这种鱼就是含有剧毒的河豚鱼。河豚是生活在太平洋的一种剧毒鱼类，它的肝脏里含有非常致命的河豚毒素，人体一旦摄入，最快仅需10分钟就会死亡。正是因此，在日本烹饪这种鱼的厨师必须经过专业的训练，并且拥有专业的证件才可以烹饪。如果不小心吃到一条没有处理干净的河豚鱼，一旦中毒，基本上必死无疑。因为至今为止人类仍没有研制出对抗河豚毒素的解毒剂，所以想要不被毒死，能做的就是尽量少吃，甚至不吃。如果实在想吃，那要去专业的有资质的地方去吃，千万不要为了一时嘴馋误食了带有剧毒的河豚。第8个，砷。砷是一种类金属元素，这种物质在经过高温燃烧后就会变成3氧化二砷。3氧化二砷也就是从古流传至今的致命毒药砒霜。砒霜是一种没有味道的白色粉末，它的毒性极强，仅需 0.1 克就足以杀死一个成年壮汉。这种物质易溶于水，可以通过呼吸以及皮肤吸收，一旦摄入人体，基本上必死无疑。你可能以为这种剧毒毒药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但实际上你很有可能每天都在摄入微量的砷。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因为砷这种物质主要都存在于大气、地下水和土壤中，有些地方的地下水中就含有高浓度的砷。人们如果长期饮用这些被砷污染的水源，就会导致癌症的风险增加。另外就是砷除了有毒，它其实与铅一样，也被运用于各种材料上。常见的比如玻璃、陶瓷、涂料、纸张、金属粘合剂、木材防腐剂以及杀虫剂和除草剂等等。早期的这类制品中多数都含有砷，如果人体长期接触或者生活在砷超标的地方，就很有可能会加大癌症的风险。不知道各位领导发现了没有，现如今癌症貌似已经成为了一个很普遍的病了。很多人得了这种病之后，就只能听天由命，觉得是自己的命不好，但事实上任何一个被癌症折磨的苦难者，可能都是被伤害的。第7个，马钱子。如果你在南方的深山老林里发现这种类似于橘子的果子，千万不要靠近，更不要吃，因为它就是古代宫廷3大毒药之一铅基的原材料。这种植物名为马钱子，它结的果子看上去与橘子很像。这种果子内部的种子含有一种名为马钱子碱的剧毒，中了这种毒的人死相会非常的恐怖。由于马钱子碱会破坏中枢神经系统，并且导致肌肉萎缩，所以会使中毒者出现浑身抽搐、面目狰狞的恐怖表现，最后蜷缩成弓形窒息而亡。除了误食马钱子，它的毒素还可以通过燃烧释放到
到空气中，如果不小心吸入马钱子树燃烧向外释放的烟雾，也会导致中毒。第6个，氢化物，这是提炼黄金经常会用到的一种化学品。它能够将金矿中的金子与矿渣分离，使黄金溶解在液体中，然后再加入还原剂，让黄金从液体中沉淀出来。听上去这似乎是一个很不错的东西，但如果使用不当，就会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因为氢化物具有极强的毒性，仅需 0.1 克就足以构成致命的威胁。氢化物其实距离我们每一个人都很近，比如我们平常吃的苹果、杏子、李子以及桃子这类水果的种子，也就是桃核，都能够向外产生一定量的氢化物。理论上来说，一个人如果一次性吃下150颗压碎的苹果种子，就会有致命的危险。氢化物中毒的时间是非常快的，一旦中毒，最快仅需要30多秒就有可能翘辫子，非常可怕。第5个，沙林毒气。沙林毒气是一种闻起来有一股水果香味的神经毒剂，它是一种无色的透明液体，毒性比氰化物还要高26倍。沙林毒气是1938年由德国的一家杀虫剂公司研制出来的一种致命毒剂。这种毒剂的渗透性和挥发性极强，当毒气释放到空气中后，很快就会变成气体，然后使周围的空气都变成毒气。无论是通过皮肤接触还是呼吸道进入，都会导致中毒。1995年的3月20号，在日本东京的地铁里，就发生了一次利用沙林毒气实施的恐怖袭击。在早高峰时段，几名恐怖组织成员将装有沙林毒气的塑料袋丢在了地铁上。起初人们以为掉落在地上的只是普通的水，但当毒气挥发到空气中时，才发现为时已晚。毒气丢到地上迅速挥发，短时间内就蔓延至整辆列车，最终导致多达5500多人中毒。更可怕的是，此次事件所使用的沙林毒气纯度不高，如果换作是高纯度的沙林毒气，那么后果会更加严重。另外就是沙林毒气从诞生至今一直被用于生化武器的研发，并没有被用于其他方面，也就是说沙林毒气的主要作用其实就是一种生化武器。第4个， VX 神经毒剂。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化学武器，它是目前人类研发的最毒、致死速度最快的一种生化武器。VX 神经毒剂是通过人工合成的，看上去与机油很像。这种毒剂毒性极强，传播途径非常广泛，它可以通过空气传播，也可以通过水源传播。更可怕的是它的隐秘性极强，基本很难被人发现。被这种毒剂污染的水源或者空气，无论是通过呼吸还是接触到皮肤，都会导致中毒。一旦中毒，10分钟之内就会导致死亡。它的致命剂量为10毫克，一滴毒剂滴到我们的皮肤上，就能够让人中毒身亡。简单点说，就是碰一下就会一命呜呼。另外就是出于这种剧毒毒剂的特殊性，在世界上的很多国家，它仅被用于生化武器的研发和军方使用，普通老百姓一般是接触不到这种东西的。第3个，蓖麻毒素。蓖麻是一种草本植物，它的外观看上去与我们小时候经常玩的苍耳有些相似，但大小却有着明显的区别。它要比我们常见的苍耳要大很多。生活在南方地区的各位领导小时候应该都见过这种东西。但是你知道吗？蓖麻的种子里含有非常致命的蓖麻毒素，这种毒素的毒性是氰化物的上千倍，仅需要1克的剂量就足以杀死上千条人命。更可怕的是，这种毒素至今仍没有解药，一旦中毒，基本上必死无疑。说到这里，有些领导可能回忆起小时候自己貌似吃过蓖麻的种子，但是为什么没有中毒呢？答案其实就是因为蓖麻种子里面的毒素具有潜伏期。你如果吃过1颗，当时一般并不会出现任何症状，但是等潜伏期过后，一般是1到3天的时间，就会出现恶心、呕吐以及其他症状。一般来说，一个成年人一次性生吃下10颗蓖麻种子才会导致死亡，儿童仅需要3到5颗。虽然这种东西在经过加热后毒性会减少，但是仍带有毒性，所以说在野外见到这种蓖麻，千万不要好奇，也不要乱吃。第2个，肉毒杆菌毒素。肉毒杆菌毒素简称肉毒素，相信一些接触过医美行业的领导都比较熟悉。多数人了解到的肉毒素是一种能够美容、瘦脸、去皱纹的药物，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肉毒素的真实身份实际上是迄今为止科学家发现的世界上毒性最强的一种生物毒素。它的毒性相当于氰化物的上万倍，一点也不夸张的说，仅需要1克的肉毒杆菌毒素就足以毒死上百万人。那么既然这个东西这么可怕，为什么还有人敢往脸上注射呢？主要原因其实就是剂量。医美行业所使用的肉毒素通常都经过稀释的，剂量都非常小，一般仅占致死剂量的1%。一般来说，只要由专业的医生进行操作，并不会出现生命危险，但是也不能保证绝对安全，因为一旦剂量出现错误，或者毒素来源出现问题，一针打下去，孙悟空来了都无力回天。第1个，
钋是这个地球上最毒的物质之一，它的毒性是氰化物的25万倍，仅需要1克就足以杀死5000万人。这种元素是1898年居里夫人在一次实验中偶然发现的一种物质，这种物质在自然界非常稀缺，地壳中的含量仅为100万亿分之一。钋的毒力主要依靠放射性，它是一种放射性元素。不过由于钋的放射性粒子在空气中的射程很短，所以它并不能穿透我们的皮肤，也就是说只要你不吃它就不会中毒。反之，一旦让钋进入体内或者接触到伤口，那么它的放射性粒子就会急速破坏我们的身体组织，仅需1粒盐大小的钋元素就足以让一个成年人死亡。不过庆幸的是，这种剧毒物质只有经过人工合成才会形成致命的剂量，自然界存在的一般不会对我们的身体构成威胁。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土点个赞，谢谢。你见过比摩天大楼还要高的树吗？你知道在地球上存活了上千年的树有多大吗？在没有看到这些巨树之前，相信大多数人都认为地球上现存最大的生物就是蓝鲸了。其实确切点说，蓝鲸只能算是生物界现存最大的动物，还算不上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生物。最大的生物个体其实多数都是一些参天大树，这些大树由于生长在人烟稀少的深山老林里，所以长期以来一直没有遭到人类的破坏，才能够完好无损的存活至今。其中有一些大树的高度甚至都已经长到了50多层楼房那么高。今天这期视频，黑土就给各位领导找出来世界上最大的9种树，带各位领导一起认识一下生物界真正的巨无霸。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好，第9个，代表桉。这是一种原产于澳大利亚东南部的一种特有树种，这种树的高度最高可以长到90多米高，它的树干最粗的部分直径最宽可达3米。这种树其实也属于桉树，但是它仅是桉树属的其中一个亚种，整个桉树属共有多达1000多个亚种，而这种代表桉则是其中的一种。这种树的作用与大多数的桉树一样，多数都被人类当作木材用来建房子以及家具，包括日常所用的纸，有很多都是出自这种桉树身上。人们之所以会选择利用这种桉树，主要就是出自它疯狂的生长速度。桉树是世界上生长速度最快的一种树，每年一到了气候适宜的时候，这种树的生长速度会非常快，仅需1天的时间，它就可以向上生长3厘米多，1个月就可以长出约1米左右，1年最快可以长高10米。也就是说，仅需短短的3到5年的时间，这种树就可以长得非常高大。人类即便是将其砍伐殆尽，用不了3、5年的时间，它依然能长成高达50多米的参天大树。第8个，巨云杉。巨云杉也叫北美云杉，这是一种原产于北美西部海岸的一种大型常绿针叶树。这种树最高可以长到将近100米，树干的直径可达5米，它的寿命很长。在美国的奥林匹克国家公园内，有一些巨云杉的树龄已经超过了700多年。这种树的生长速度极快，即便是已经高达30多米的成年巨云杉，它们每年仍能够继续向上增长1米以上的高度。这种树在当地的作用与上面的代表桉一样，多数都被当作一些建筑的木材使用，但是它要比其他的树木用途更加广泛。由于巨云杉拥有高强度的重量比和规则，并且它还具备非常出色的声音穿透力，可以当作声音导体，因此这种树除了被当作建筑木材使用，它还被广泛用于钢琴、竖琴、小提琴以及吉他等乐器的制造。世界上很多吉他的材料就是使用了这种巨型云杉制成的。除了乐器，这种树还可以用来制造帆船甚至飞机的翼梁。人类历史上第一架能够实现自由飞行并且可以操控的动力飞机，就是莱特兄弟制造的第一架有动力的飞机，名为飞行者1号的机身就是利用这种巨云杉制造的。不仅如此，二战前的很多飞机大多数都是用的这种材料。除了以上那些作用，其实这种巨云杉的作用还有很多。毫无疑问，除了高大，它还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木材树。好，第7个，花旗松。花旗松也就是北美的黄杉，这种树原产于北美地区，通常都生长在一些靠近海边的区域。在加拿大的温哥华岛的圣胡安谷内，生长着一棵名为红溪冷杉的巨型花旗松。如果按体积来计算，这棵树则是地球上已知最大的花旗松。据估计，这棵树在地球上已经存活了大约1000多年。由于其位置隐秘，并且距离河流较近，因此满足了它长期生长的必要条件。这棵树的直径为4.2米，周长为9.8米，高度达到了73.8米。如果从体积上去计算，那么这棵树可能是地球上最大的一棵花旗松。其实除了这棵，世界上还有很多种花旗松要比它更高，但是整体体积并没有它大。这种树最高可以长到120多米，它们主要都生长在一些温和湿润的地区。花旗松的环境适应能力很强，它们可以承受44.3度的极端高温，也可以抵挡零下34度的极端低温。不同地区的花旗松的寿命也会有所不同。
再有就是它们的用途，花旗松这种树的木材强度非常坚硬和耐用，因此它被广泛用于重型木质结构，像美国海军的复仇者级扫雷舰的船体采用的就是花旗松制成的。之所以会用木质材料打造战舰，是因为花旗松这种木质材料具有柔韧性、高强度以及重量轻等特点。这种材料所制造的战舰能够使船体承受附近的地雷爆炸，并使战舰具有低磁信号，隐蔽性更强。至今为止，这种木质战舰仍在很多地方被广泛使用。好，第6个，塔斯马尼亚蓝胶。塔斯马尼亚蓝胶也叫蓝桉，这是一种原产于澳大利亚东南部塔斯马尼亚岛的一种特有的常绿乔木。这种树的高度通常也就在50米左右，但是如果生长在一些相对适宜的环境下，它们的高度最高可以长到90到100米的高度。在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州内吉维斯顿附近长有一棵名为坚强的女孩的蓝桉，这棵树的体积为368立方米，树身高度达82.3米，树干直径为5.54米，周长则达到了19米，非常巨大。可惜的是，这棵大树于2019年2月在塔斯马尼亚丛林大火中被烧毁，在烧毁之前，它曾是澳大利亚体积第2大的树木。这种大树的木材质量较差，很少有人会利用蓝桉这种木材建造房屋。这种树广泛被人们用于提炼药物，无论是它的树皮还是树叶，都有一定的药用价值。第5个，王桉，它是杏仁桉的一个变种，之前也被称为澳洲杏仁桉。这种树原产于澳大利亚南部，通常都生长在一些年降雨量高达1200毫米的凉爽山区。现存最高的王桉树是一棵名为百夫长的树，这棵树位于塔斯马尼亚南部。截止到2018年，这棵树的高度达到了100米，直径为4.05米，周长超过了12米。不过它还不是这个物种里最大的，据测量记录，之前有些个别的王桉树的高度达到了130多米，有些甚至高达150多米。只不过这些更大的个体不知是何原因倒塌，或者有些在森林大火中被烧毁了。如今现存最大的名为百夫长的王桉树，也在2019年2月中遭到了森林火灾的伤害。不过庆幸的是，它并没有被完全烧毁，大树的底部被火烧出了一个空洞，虽然受损较为严重，但仍存活于世。总之，这种树可能是世界上所有树种里最高的树。王桉树同桉树属的大多数树种一样，它的生长速度也非常快。在生长的前20年里，它的生长速度每年最快能增长超过2米，但是随着树龄的增长，它的年生长率也会逐渐减慢。好，第4个，西部红柏。西部红柏也叫北美乔柏以及红雪松，这种树原产于北美的太平洋西北部，在加拿大的环太平洋国家公园内生长着一棵名为奇瓦特巨人的巨型西部红雪松。这棵树于1988年被发现，如今它是加拿大境内最大的一棵树。这棵树的高度为56米左右，虽然不及以上的那些树高，但是它要比以上的那些树大得多。这棵树的树干直径超过了6米，需要12个成年人张开双臂才能将这棵巨树环抱一周。木材体积高达450立方米，所含的木材足以制作400多根木质电线杆，非常巨大。据估计，这棵树至少已经存活了上千年之久。其实不止这一棵树，所有的西部红柏普遍寿命都很长。其实它们的高度最高可以长到70多米高，树干直径最宽也可以长到7米长。这种树最特别的一点就在于它们的防腐能力。西部红柏的木材芳香且耐腐蚀，即便是被砍掉的西部红柏，它们仍能保持至少100年的时间而不会腐烂。然而这种防腐能力仅存在于较大的树木上，一些树苗或者较小的西部红柏则不会拥有这项防腐能力。第3个，贝壳杉。在新西兰的北地地区的一个森林里，长有一棵名为森林之神的巨型贝壳杉。据估计，这棵巨型贝壳杉的年龄至少能够达到1000多年。它是目前人类已知地球上最大的贝壳杉树，但不是最高的。这棵巨树的高度达45.2米，周长为13米，胸径接近5米，树冠的宽度达35米，整体体积高达516.7立方米。它的树干虽然并没有太高，但是树枝的跨度非常大，整体算下来体积非常巨大。这种树不但体型巨大，它还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品种。据研究发现，贝壳杉最早出现在距今约5万多年前，甚至更早。之所以会有这种说法，是因为人们曾在新西兰北岛的泥炭沼泽中发现过被埋藏了长达5万多年的史前贝壳杉。由于被封闭在化学平衡的环境中，使得这种5万多年前的贝壳杉仍旧被保持得很完美，有些甚至都可以与新砍伐的相媲美。如果经过干燥处理，这种史前木材仍可以被制成家具使用。第2个，海岸红杉。海岸红杉也叫北美红杉，这种树原产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海岸，通常都生长在气候相对湿润的环境下。这种树的高度最高可达115米以上，直径最长接近9米，但是树皮的厚度就可以达到25厘米以上。在美国的红木国家公园内，就长有一棵名为格洛根断层的巨型海岸红杉。这棵树的高度达到了95米，整体体积高达1194立方米，树干的直径为8.34米，周长则达到了惊人的26米，至少需要15个成年人手拉手才能将其环抱一周。这种树与贝壳杉一样，抗腐烂能力也很强。人类已知寿命最长的一棵海岸红杉的寿命，估计已经达到了惊人的2200多年。也就是说，有些巨型海岸红杉可能从汉朝开始就已经生长在这里了。它们之所以能在地球上生存这么多年，主要也是出自自身强悍的抗损伤能力。
在它的原产地，这种树一般很少会遭到病虫的损害，树木自身已经发展出各种适应性，比如它的树皮不但厚实，并且非常耐火。一些小型的森林火灾通常并不会给海洋红杉带来太大的伤害，主要原因就是这种树的身上几乎不含易燃的沥青或者树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抵挡大火的焚烧。即便一些树枝或者某些部位被烧毁，它也能够很容易的长出新的树枝，甚至一整棵海洋红杉都被烧毁，新的树芽也会从它的根部重新发芽生长。其实在一定程度上，火灾实际上有利于这种大树的生长。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火灾会导致海洋红杉周围的其他植物大量死亡，而这种树自身具备一定的抗火能力。等大火过后，其他植物被烧毁，海洋红杉的周围就会少很多与自己争夺养分的竞争植物。也就是说，火灾的范围越大，对海洋红杉来说越利于自身的生长。好，第一个，巨杉。世界上最大的一棵树生长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红杉国家公园内，这棵树名为谢尔曼将军树，它通常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生物。谢尔曼将军树的高度达 83.8 米，底部最大直径达 11.1 米。早在2002年，它的体积就已经达到了1487立方米，周长则达到了31米，整体重量估计高达2800多吨，大约需要20个成年人手拉手才能环抱住这个巨树。据估计，如果用这棵树打造一个大木箱，那么这个大木箱大到足以装进一艘万吨级的远洋轮船，如果用来建造房屋，至少可以打造40栋全木质大别墅，非常巨大。据推测，这棵巨树的年龄可能已经超过了3500多年，而在3500年前，我们可能还处于新石器时代，而这棵名为谢尔曼将军的巨杉树很有可能在奈时期就已经生长在这里了。这种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大约 1.5 亿年前的侏罗纪时期，巨杉曾是侏罗纪时期的代表性植物。很久之前，这种树曾遍布北半球，后来地球历经过冰川时期后，大片的巨杉被灭种，只有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小片地方保留下来了少量的幸存者，因此这种巨杉十分稀有。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兔点个赞，谢谢。你知道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爬行动物是谁吗？你见过体长超过10米的大蟒蛇吗？在我们的印象里，爬行类动物貌似都是一种但是听起来就觉得非常可怕的生物。的确，因为在很久之前，曾经统治地球长达1亿多年的恐龙就是一种爬行动物。现如今恐龙灭绝后，地球上现存的爬行动物其实依旧非常可怕。由于体型较大的多数都是鳄鱼，所以本期视频黑兔找出了多种不同种类爬行动物中的最佳者，也就是包含蛇类、蜥蜴类以及龟类等等不同种类的生物。大家好，我是黑兔，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兔个霸气鼓励，谢谢。好，第10个，科莫多巨蜥。它是人类已知世界上现存体型最大的蜥蜴，这种蜥蜴的平均体长都在2到3米，最长可达3米以上，体重最重可达300斤以上。它们生活在印度尼西亚的科莫多岛，通常都喜欢活动在一些炎热干燥的地方。在它们的活动区域内，科莫多巨蜥是顶级掠食者，这个大家伙几乎可以捕食它所在栖息地内的任何动物，像一些野猪、猴子、蛇，甚至是自己的同类，它们都会捕杀，当然也包括人类。它是一种不挑食的食肉蜥蜴，无论是新鲜的猎物还是腐烂的动物尸体，对于科莫多巨蜥来说都是一样的。除此之外，它还有一个非常可怕的嗜好，就是喜欢挖掘人类的坟墓，目的就是为了吃到地下埋葬的尸体。科莫多巨蜥长有坚硬的爪子，它们具备挖开泥土的能力。当食物匮乏的时候，它们就会到处寻找动物尸体吃。在这期间，如果一些人类的坟墓被它发现，它们有时候也会挖开泥土将其吃掉，即便是腐烂的肉，它也可以接受，非常可怕。对了，再有就是这种巨型蜥蜴还是一种携带剧毒的物种，它们的口腔里布满了很多致命的细菌，在野外如果一个不小心被它咬到，足以威胁到我们的生命。第9个，网纹蟒。它是世界上现存体长最长的一种蟒蛇，也是世界上绞杀力最强的蛇。网纹蟒也叫霸王蟒，这种大蟒蛇多数都分布于东南亚地区的各种环境下，比如热带雨林、草原，甚至一些河流湖泊里都有可能出现它们的身影。这种大蟒蛇体型巨大，体长最长可达12米以上，体重可达300斤以上。之前一些老人经常说的会吃人的大蟒蛇，可能多数就是这种网纹蟒，因为这个大家伙完全具备将一个成年人类吃掉的能力。在印度尼西亚，大蟒蛇吃人的事件曾发生过很多起，其中这种网纹蟒就是为数不多的一种会吃人的蟒蛇。另外，网纹蟒虽然体型巨大，但并不携带毒素，它是一种无毒蟒蛇。在捕杀猎物时，它们会将猎物缠绕起来，通过收缩产生极大的压力，将猎物绞杀致死，然后再将其整个吞下，非常可怕。好，第8个，绿水蟒。绿水蟒其实就是生活在亚马逊热带雨林里的森蚺，它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蟒蛇。这种蛇的体长可达8米以上，体重最重可达400斤以上。
森蚺的长度虽然没有东南亚的网纹蟒长，但是体型要比网纹蟒粗得多。它与其他的蟒蛇一样，也是一种体型巨大的无毒蛇。它们主要都分布在南美洲的亚马逊河流域，在这里它是顶级掠食者。另外，森蚺是一种习水的蛇类，它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水中度过，在水里它几乎可以猎杀绝大多数的动物，包括与它一同生活在亚马逊河流域的黑凯门鳄。不仅如此，即便是登上陆地进入森林，也没有几个动物是这种森蚺的对手。即便是咬合力最强的猫科动物美洲豹，有时候也会遭到大型森蚺的捕杀。也就是说，无论是在亚马逊河里还是亚马逊雨林里，这种森蚺都站在食物链的最顶端，除了人类，它们没有天敌。第7个，康托尔巨鳖，它是地球上现存体型最大的淡水鳖。康托尔巨鳖在我们国家称之为螈，螈是鳖类动物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的体长最长接近2米，体重可达200斤以上。这种大老鳖主要都分布在亚洲，在我们国家的长江流域以及长江以南的地区都有分布。它们主要都活动在内陆地区，通常都喜欢栖息在一些流动缓慢的淡水河以及一些湖泊中。这个物种是一种伏击捕食者，性情也异常凶猛。它与绝大多数的甲鱼一样，一旦咬住我们的手指，轻易不会松口，非常可怕。它是肉食性动物，在水中主要以一些软体动物和鱼类为食，它们的大部分时间都潜伏在水下，很少会露面，因此想要亲眼见到它们的几率极小。最主要的原因其实就是它们的数量。由于鳖这种动物在很久之前就一直被当作一种食材或者药材，所以长期以来它们遭到了人类大肆的捕杀。如今随着生存环境的不断恶化，外加上一些河流和湖泊遭到污染和破坏，导致它们的数量急剧减少，几乎濒临灭绝。在我们国家，这种大型老鳖属于1级保护动物，非常罕见。第6个，北美鳄龟。北美鳄龟是鳄龟科中体型最大的一种淡水龟，同样它也是北美地区体型最大的淡水龟。成年的北美鳄龟的龟壳长度可达80厘米，体重最重可达400斤。这种龟主要都分布在美国东南部的淡水中，它是一种非常凶猛的龟类。之所以被称为鳄龟，是因为它的下颚力量极大，并且龟壳表面看上去与鳄鱼的皮肤比较接近，而且这个家伙几乎是一种完全肉食性的龟类。在野外，它们几乎会吃掉任何它可以抓到的猎物。你知道吗？这个家伙的咬合力甚至比狮子和老虎这种大型野兽还要高。鳄龟的攻击速度极快，它一口咬下去的力量最高可达800斤以上，这种力量一口下去足以咬断我们的手指。在野外，像一些水禽、蛇类和其他的一些小型动物，有时候甚至是小型鳄鱼，北美鳄龟都有能力将其捕杀。在捕杀猎物时，它们往往会利用自己的舌头去吸引鱼类和其他动物。由于北美鳄龟的舌头看上去就像是一个粉红色的小虫子一样，并且它还可以让自己的舌头模仿蠕虫的动作去吸引其他的鱼类靠近，整个舌头就类似于一个鱼饵一样。等猎物一靠近，它们就会以惊人的速度和力量对猎物发起攻击，通常一口下去就足以切断一些小型鱼类的身体，非常凶猛。第5个，加拉帕戈斯陆龟。它是地球上现存最大的陆龟，这种巨型龟原产于加拉帕戈斯群岛，它的龟壳长度最长可达 1.87 米，体重最大可达800斤以上，寿命估计可达200年。这种陆龟仅分布于南美洲的加拉帕戈斯群岛，它们共有14种不同的亚种，分别都分布在14个岛屿上。由于不同岛屿上的生态环境都有明显的差异，所以不同亚种的加拉帕戈斯陆龟的形态也会有所不同。这种大型陆龟是草食性动物，在野外它们的主要食物都是以仙人掌、苔藓、树叶和一些浆果为食。由于这些植物中富含大量的水分，因此加拉帕戈斯陆龟即便长时间不喝水仍能够存活。不仅如此，即便是在没有食物和水的情况下，它们仍能坚持存活长达18个月的时间，抗饥饿能力很强。在人类没有踏上这片岛屿时，这里曾生活着超过约25万只巨型陆龟。后来由于一些海盗和捕鲸者经常来这里捕捉这种陆龟，目的是为了当做食物食用。曾经在一段时间里，海盗甚至直接将加拉帕戈斯群岛当作补给基地，对岛上的陆龟进行大批量的捕杀。到了1995年，这里只剩下大约15000只。由于人类的侵入，至少3个岛屿上的陆龟已经逐渐的灭绝。当人们意识到这种巨型龟数量在急剧减少后，反过来又对它们进行圈养繁殖以及各种保护。如今它们的种群数量已经恢复到了约19000只。第4个，蜥龟。蜥龟也叫红海龟，这是一种生活在世界各地海洋中的一种海龟。红海龟的体长可达2米以上，体重最重可达900斤以上。不过一般情况下，成年的红海龟的体重也就在300多斤左右，超过900斤的比较少见。这种海龟的外壳通常都为红棕色，它是一种杂食性动物，在水中主要以一些底栖无脊椎动物为食。
在世界上所有的硬壳龟中，这种红海龟的体型是最大的。另外，这种红海龟的头部较大，它的下颚力量很强，一口下去就可以轻易的将海螺这种硬壳动物的外壳咬碎。这个家伙的寿命也很长，它们需要30多年的时间才能够达到性成熟。在野生环境下，它们的寿命可达70岁以上，甚至更久。不仅如此，你知道吗？在它们的龟壳上还生活着多达100多种小型动植物群落。它的龟壳对于这些小型生物来说，就像是一块漂浮的陆地。第3个，棱皮龟。这是世界上现存体型最大的海龟棱皮龟。棱皮龟的体长可达2米以上，体重最重可达1000斤以上。它们主要都分布于大西洋和太平洋热带海域的中上层。它与其他海龟不同，棱皮龟的龟壳没有骨质甲壳，龟壳不够坚硬，它的龟壳就类似于一种厚实坚韧的皮革一样，比较柔软。但即便是这样，它仍能够下潜到深达1200多米的水下寻找食物。要知道，在这种深度下的水压是非常可怕的。在水中，棱皮龟主要靠捕食水母为食，并且它的大部分食物来源都是以水母为主。你知道吗？这个大家伙的外表看上去虽然并没有多恐怖，但是它的嘴巴内部却非常吓人。棱皮龟的嘴里没有牙齿，但是在食道内侧却长满了很多角质皮刺，密密麻麻的，看上去非常可怕。它就是依靠这些角质皮刺将食物磨碎，然后再送到自己的胃里消化掉。在寻找食物时，它们最怕遇到的就是人类丢在海洋里的塑料垃圾，特别是塑料袋，因为一些白色的透明塑料袋在水中看上去与水母很像，外加上棱皮龟的视力又不好，所以它们很容易就会将塑料袋当作水母食用。一旦误食这种塑料袋，就会给棱皮龟的肠道造成堵塞，从而无法继续进食，最终只能等死。这些塑料垃圾在为人类带来方便的时候，同时也在为其他生物带来灭顶之灾。所以在野外，希望各位领导一定要爱护地区的生态环境，不要乱丢垃圾，可能我们一个不经意的举动就会无意间杀死一个生命。好，第2个，尼罗鳄。它是世界上现存体型第2大爬行动物，也是非洲大陆最大的淡水捕食者。你知道吗？尼罗鳄与我们国家的扬子鳄可大不相同。在非洲大陆，尼罗鳄是少数的一种将人类视为食物的动物。在他们的眼里，人类与其他动物一样，都在自己的食谱之内。据统计，尼罗鳄每年的咬人次数高达700多次，其中高达60%都是致命的。相比之下，它几乎是非洲大陆袭击人类致死最多的一种野生动物。而与其一同生活在非洲大陆的草原之王狮子，每年对人类造成的致命袭击才占尼罗鳄的1/8。显而易见，尼罗鳄要比狮子可怕得多。要知道，一头成年的尼罗鳄的体长最长可达6米以上，体重更是高达1吨。它们的嘴里长满了坚硬锋利的牙齿，一口下去可以向外施加高达2吨的咬合力，这种力量足以切断大多数动物的身体，人类更是不在话下。仅需一口，它就可以将我们的身体截成2段，非常可怕。在非洲，它是一种极具攻击性的顶级掠食者，它几乎可以捕杀范围内的大部分动物。对了，尼罗鳄还有一个比较奇葩的现象，就是虽然它的咬合力足够强悍，但是它这个大嘴巴的张力却略显不足。由于控制嘴巴张开的肌肉比较虚弱，所以只要捏住它的嘴巴，它就很难张开。即便是成年的尼罗鳄，只要用胶带将它们的嘴巴缠住，一般情况下它就很难再张开。不过即便如此，也不要想着去捏它的嘴巴，因为只要我们的手一滑，整条胳膊可能就没有了，非常危险。好，第1个，湾鳄。它是世界上最大的鳄鱼品种，同样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爬行动物。湾鳄也叫咸水鳄，它是一种生活在咸水中的大型鳄鱼。所谓咸水，也就是海水。没错，大海里也是有鳄鱼的，并且还是相当凶猛的大型鳄鱼。一头成年雄性湾鳄的体长最长可达7米以上，体重最重可达1吨以上。什么概念？体长7米，几乎相当于一辆小型集装箱货车的长度，非常巨大。它与其他鳄鱼一样，也归属于恐龙家族。从2亿多年前诞生至今，它们的外表几乎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湾鳄的性情非常凶猛，它们极具领地意识。如果一个不小心闯入到湾鳄的地盘，下场是非常惨的。在2战期间，就曾有约1000多名日本兵在撤退期间不小心闯入到了湾鳄的地盘。由于当时天色已晚，并且外围都被英国士兵所包围，所以迫使这1000多名日本兵不得不在沼泽地中过夜。而他们所身处的沼泽地，正是成千上万只湾鳄的栖息地。仅仅过了1个晚上的时间，这1000多名日本兵就被湾鳄吃得所剩无几。到了第2天早上，只有20几个日本兵活了下来，并且精神都已经失常，场面非常残忍。由此可见，湾鳄这种爬行动物绝对足够恐怖。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兔点个赞，谢谢。